SD 敢达 Online 它复活了，我终于完善了。N 仔 B， 行きます。最近实在是很多人叫我做高达游戏的视频啊，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。你们玩的第一款高达游戏到底是什么呢？欢迎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哦。反正我跟屏幕前的观众们应该很多人都一样啊。是的，没错，高达游戏史上的里程碑，没玩过也一定听说过的 SD 敢达 Online 这款游戏于2008年上架国服，一经问世就已经异常的火爆了。开服的第一天，服务器就全线飙红，官方甚至连夜增开了数个服务器才能应付不断涌入的玩家。可是这7年来，随着运营越来越差，游戏越发不平衡，玩家也逐渐流失，这款网游的寿命就摆在这了。所以在2015年 SD 敢达 Online 宣告正式停运。但我在这期视频想说的是， SD 敢达 Online 从未死去，它一直都在。好的，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本期视频是为广大玩家区分了3大服务器的，以下为本期目录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偷到对应的时长啊。首先是第一个龟霸服，这就是主打 PVP 的服务器啊，也是目前玩家基数最多人的一个服，到今天为止注册用户也已经达到了几万人，并且是截止目前为止运营时间最长最稳定的，机体数量也达到了700多台，从0079直到创战者的机体都是有的，而且所有机体都是免费的呀，上号就是全机体。怎么说呢？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不同的机体之间只是换个皮肤而已，其实不然。在 SD 敢达原本玩法的加持下，每一台机体都有着自己的打法，不同的机体之间都有着4、5种武器，按照动画设定了各种不同的武器装备、属性和技能。对哦，差点忘记了，这款游戏基本上所有 S 品质以上的机体都有2套装备，最典型的就是 00Q 全刃式，默认是4把远程武器，所以新人就很懵逼了，不是全刃式吗？刃呢？别急啊，只要我们按下 R 键就能切换背包了。不过其中也有不少不可逆的切换，就好比云绿独角兽，按下 R 键就能变成残暴的近战模式了。还有自由的流星装备，按 R 键虽然可以切换装备，但却是不可逆的，除非换下一条命。其实硬要说的话， SD 敢达的 bug 也是玩家津津乐道的地方，并且开发成了相应的技术。这些有趣的 bug 带来的操作拓展性，甚至可以提高游戏的操作上限。官方也决定不修复，并且在比赛中推行，比如射击时可以频繁切换近战武器和位移来取消射击后摇，而且使用近战武器过后马上切换到其他武器，就可以取消出刀的硬直，简称收刀，还可以配合快速升空，反复的收刀爬空呢，这也被玩家称为空气踢。除此之外，顺举、NCA 技术等等等等，都是基于游戏 bug 的特性来拓展的。诸如这些奇怪的设定还有特别的多啊，这里我就不一一讲了，感兴趣的玩家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，真的挺有意思的。最牛的是，这个服务器现在虽然没有添加新的机体，但为了保持新的血液，这段时间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自制地图，后续应该也是会陆续添加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免费还要什么自行车？而且就我个人而言，体验的这一段时间里，服里的玩家还是挺友善的，还是挺愿意手把手教新人和回归玩家的。我上面那些技巧就是几位大佬传授过来的。不过当然啦，并非所有家老都是 PVP 的竞技玩家， PVE 模式也是当时 SD 敢达人爆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啊。好的，这里指的 PVE 服就是7月份刚开的 OC 服了，准确来说应该要叫怀旧服，因为这个服务器其实就是从头开始运营 SD 敢达 Online， 目前还是处于内测版本，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的版本吧。大家放心啊，应该是会慢慢的迭代下去的。不过丑话我得说在前头，并不是所有服务器都和前面那个服务器一样全机体免费的，人家开服务器还是要赚一点的嘛。不过也不用担心，和官服获取的机体方式差不多，也是要通过抽扭蛋的方式来得到新机体的，也并非强制氪金啊。前面也说了，和以前的官服一样，刷任务和图纸，低级机体合成为高级机体，都是完全一样的。不过有了前面的 PVP 服来作证， PVE 服我能拿出来讲，肯定也是有点东西的。是的，没错，不同于其他的服务器，这个服务器的客户端是官服的完整端，所以不管是 PVP 还是组队刷副本、战舰模式、工会战等等，应有尽有，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把 SD 敢达给复活了。因为 PVE 真的很有意思啊，
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主队打副本，而且这个副本的数量并不少啊。就单说现在这个高达00版本，从0079到高达00的经典战役几乎都囊括了进去，小到天人四小强登场，大到拯救全世界，基本上你能说出来的经典战役都是有的。不过重点是什么呢？高达这个 IP 从1979年直到今天为止，都不断有着新观众、新粉丝的加入。这里就会有人说了，我不管，我就要玩新机体。哎，别急，你们天天刷视频，难道就没刷到巴巴托斯之类的新机体视频吗？是的，没错啊，国外的某个服务器，又或者是国内也有一些服务器，技术力强的大佬已经可以做到新增机体了。举几个例子哈，比如巴巴托斯、核心敢达。像凤灵高达这种只出现在 PV 里的，弹服那边都直接全服送了。而且最离谱的是，甚至只登场过一帧画面的 00Q1LS 都有做出来，这技术力真的是杠杠的哈。这里肯定就有杠精要说了，不就是改个贴图吗？ PSP 时代就不玩这个东西了。还真不是，人家真的把机体给做出来了，不仅是模型还原，甚至连技能的特效都已经一模一样了。而且你看这大招，就凭这特效真的够了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键盘侠了，因为 SD 敢达直到现在还能出现新的机体来为游戏灌输新的血液，技术人员乃至全体工作人员都不容易啊。况且 SD 敢达 Online 承载的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，更是高达网游史上极难超越的一个里程碑。伴随着游戏变革的步伐，虽然放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 SD 敢达的画质也好，建模也好，甚至都不如隔壁的氪金对决，但 SD 敢达在这个时代也能成功复活，绝非偶然。那些有意思的连招，那些有意思的副本，还有那些有意思的战友，那些80块钱就能买到的一台 S 品质的机体，是现在绝大多数游戏都做不到的。但话是这么说，我嘴上天天念叨着怀念 SD 敢达，如今终于玩上了。往日不再，小时候没钱买的机体，现在免费玩了，却总感觉差了点什么。也许我们怀念的并不是当时的游戏，而是怀念当时玩游戏的自己和朋友们。不过玩游戏嘛，不就图一乐吗？开心就完事了。看到这里的观众们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热爱过 SD 敢达 Online 的话，这里我恳请你们发一句弹幕：指挥官欢迎回来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 ASH 大大对这期视频的大力帮助，真的非常感谢了。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用爱发电的腐主们，感谢你们为 SD 敢达成功续命。当然了，还要感谢屏幕前还热爱着 SD 敢达的你，正是因为你们 SD 敢达才能成功复活。行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